怎么这么晚才吃完饭啊？啊，一个外地的老朋友来出差，不见不好。身上怎么那么香啊？吃饭还有女的呀？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啊？我告诉你，女人对香味最敏感了，因为女人跟男人的鼻子结构不一样。什么结构啊？猎犬型结构。你才是狗呢！好，我是狗，跟你开玩笑。吃了吗？没有，我不是打电话告诉你自己吃吗？我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那么大的人了，就是让人不省心。那万一把我的宝宝给饿着呢？饺子包了吗？我去给你们煮。行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哟，你这手怎么弄的？不小心划破了。你看你饭没吃，手都弄个口子。没事儿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和宝宝饿肚子的。哼，饿着谁也不能把我的宝宝给饿着啊！那我呢？饿着我你就不管了？傻子，宝宝饿不着，你不就饿不着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看你笨手笨脚的，还是我来吧。来，难道是我话太重？你出来跟你说。行，你有什么话你在这说呀，我听着呢。这么吵，怎么跟你说呀？哎，小姐，我那酒呢？快点上。你怎么又喝酒啊？每次喝完你都大醉，醉完你就闹。你给我回去。你干嘛？你放开。说完了吗？
我们走了。Sounds like you, that was my intention. I paid dues, now dudes pay attention. I live for it, even though the flicks is. 对不起，暂时不能接听电话，请在听到提示音后留言。喂，其实我们俩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。其实我这次来厦门，就想告诉你这件事儿。你应该不怀疑吧？我怎么会怀疑你？这跟我小时候长得太像了，这样子我太熟悉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太突然？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当初怎么告诉你？你在哪儿啊？我想找你，根本找不到你。既然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把它生出来？他那时候已经存在了，我真的不忍心把它做掉。你知道，
这对孩子不公平，对那个人不公平，你太不理智了。可是那时候我以为你还会爱我，我一直等你，等你过来找我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已经接受了另外一个人，我们的一切已经结束了，你还等我什么？我等你来找我呀。当初你一走了之，你自己没有反省过吗？反省？你当初的行为已经玷污了爱情。如果我现在回头再来找你，你还要把别人抛弃吗？感情是什么？是游戏，是玩物吗？我生这个孩子难产，我以后都不会生育了。我现在的家庭也破裂了，到今天这步，你还在埋怨我吗？你现在应该清楚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在感情上我们没有任何瓜葛了。没有瓜葛了是吗？你可以对我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有儿子，你不可以对你儿子不负责任。孩子现在在哪儿？我儿子在国外拼死拼活的挣钱，你在家里，你看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活都不干，你还欺负我？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吗？你滚滚，给我滚出去！单过就单过，早就受不了你了，谁离不开谁呀？你这恶嘴婆婆，早就烦死你了。我是恶婆婆啊！我干什么？你在那吃苹果，我干什么呢？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就是一个保姆，这保姆还拿工资呢，我拿什么了啊？我得往里头倒搭钱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！你一天到晚的，除了骂人还是骂人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别以为你是婆婆就可以随便教训别人。哎，大嫂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妈每天照顾你们一家人多不容易啊！你说话注意点。她呀，就一守财奴，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根本没人受得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没有我，你丈夫能长大成人？没有我，你丈夫能有今天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说一遍。哎呦，闭眼！你打这么大什么的？干什么，大嫂？你松手！松手！注意！你干什么？你松手！妈！茉莉，茉莉，快点！姐，都赖你，都赖你！姐怎么了？好啊，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我，我绝不会原谅你们的。滚！滚！给我远点滚！告诉你，我耳朵根子我还清净点儿。放哪儿了？怎么样啊？啊！你说说，太不像话了！哪有儿媳妇打婆婆的？还说我不是好人。妈，大嫂没说你不是好人，她只说你嘴比较恶，我听着呢。恶婆婆不就不是好人吗？你是不是我女儿？给我整在还往外拐。其实我们俩有一个5岁的儿子，我没开玩笑。其实我这次来厦门，就想告诉你这件事儿。他那时候已经存在了，我真的不忍心把它做掉。你可以对我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，
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有儿子，你不可以对你儿子不负责任。小菊，哎，家里为什么闹成这样了？昨天妈带洗衣服时，从爸的口袋里找到一张手机挂失单，就开始唠叨爸。就是上个月我买的嘛，才几百块钱，也不贵。你觉得值不了多少钱，可在妈那儿啊，却足以引发眼泪、拳头和战争了。爸妈哪次吵架跟钱脱了关系啊？那大嫂跟妈吵什么呀？大嫂今天晚班，听到爸妈吵架，就过来劝妈妈别生那么大气。妈这一听，正有火没处撒呢，大嫂一招她，全爆发了。那你在旁边是干什么的？看热闹，不知道过去劝架。我哪有啊？我要是不管，你刚才摔倒，我能出去拉你吗？都说远香近臭，真理啊！当初大哥就应该搬出去住，现在住在楼上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能不吵？哎，吵吵也行，总比憋出病来好吧？小菊，你这出国留学回来多长时间了啊？自己也不知道出去找份工作，成天就这么待着吃闲饭，好意思吗？姐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想天天待在家里闲得没事干。哎，你都怀孕了，就别瞎操心了。我太冲动了。我能理解。那么今天来是想来谴责我的吗？我没有谴责你的意思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处理也太草率了。是，感情本来就是不理智的。我是感情用事才生下这个孩子的，但我不后悔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不会挺过这些日子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可能是内疚、怨恨，或者说是缺乏勇气吧。离婚是为这孩子吗？算是一个原因。你刚刚说，孩子是你的全部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把他送到我身边？你舍得吗？是因为生活有压力了吗？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想出国吗？重新组建家庭？你为什么不说啊？是不是你不知道原因，你没办法接受这个孩子？
你突然把孩子送到我身边，我当然要清楚这一切了。可他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吗？如果你不接纳的话，我也不会怨你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跟你做什么 DNA 打官司的。我有这么说吗？该负的责任我一定要负。那你是在侮辱我吗？我会用一个孩子来讹诈你吗？你突然把孩子送到我身边，我当然应该清楚这一切，我不能稀里糊涂。你一定要知道原因是吗？是的。我告诉你，妈，给什么呀？这是？若定孝敬您的。啊？哎，不要！你不拿着若定会生气的。这几个孩子就你懂事儿，可你现在没工作了，还得花若定的钱，你哪是那种人呐？什么呀？他每个月工资全交给我管，是他跟我要钱花，你就拿着吧。那也不能太抠了，男人在外头不容易，你要是对他看得太紧了，他心里会不高兴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对他政策相当的宽松。也不能太宽松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咱们吃饭去。你们俩又去外头吃啊？我可不去，还不如在家吃面条呢。那我们给您带回来点儿。不要。那我们走了。我不想告诉你的，我不想让你同情我。复查了吗？最好的专科医院不会有错的。医生这么说的，没一点希望了吗？医生能怎么说呢？他只会让病人永远保有信心。这个时候你别想太多，一定要有信心。现在的医疗技术还是很发达的。我是真没想到小说里的情节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。
既然是现实，那就得接受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就想把星宅安顿好。癌症虽然很难医治，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出现奇迹的。奇迹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，那就不叫奇迹了。我不奢望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兄弟，我现在真的没心情看表演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找个地方聊聊天吧。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吧。我呢，先让你忘记自己是个病人，然后再慢慢帮你治病。算了吧，这么多人闹哄哄的，别去了吧。要不我们去赏鱼吧，那儿可能人少。走吧。对不起，洗手间人太多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星宅他喜欢鱼吗？星宅他特别喜欢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带他到海洋馆去，只要带回来的图片，那鱼种他能叫出10几种的名字。突然有个儿子，我还真的挺意外的。是啊，都怪我不好，应该早点告诉你。毕竟他生下来5年了。你说，星宅他会接受我？是的，可能刚开始他会排斥你的。他毕竟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池心之是他的父亲。不过我相信，如果你跟他处一段时间的话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说心里话，真的得感谢池心之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把星宅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看待。是啊，我才应该感谢他呢。这5年对星宅的关爱。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和他离婚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我有责任把星宅送到他亲生父亲的身边。我把他生活全部安排好了，我就死而无憾。说心里话，这么多日子来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特别希望自己能活下去。真的谢谢你。我现在希望奇迹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。奇迹一定会发生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意志是可以战胜病魔的。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非常非常的好。真的吗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呢。你
确实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了。你不必过多解释，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。其实我是知道的，你希望我们过的每一天都很快乐。珍惜现在，才会有永远的快乐。可是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快乐来讲，真的很难面对每一天，特别是快乐的面对每一天。雪姨，你别太悲观了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前面是钢琴博物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们交往都2年了。是啊，我知道你想结婚，但是我不想结婚啊，这个矛盾根本不可调和。一会儿这几盒你拿回去吧，我直接回家了啊。不是吧？你要知道，我拎着这几盒回去，足够妈唠叨半个小时的。你饶了我吧。你说妈也真是的哈，其实她跟爸都有退休金，虽然不多吧，1个月2000多块钱也够花了。哥哥嫂子那么独立，他们有什么负担啊？干嘛把家里弄得跟特客户似的？你想啊，妈妈只能通过勤俭持家来全面体现她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，这是她内心中的坚持，改不了喽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像妈这么爱唠叨，其实是老年抑郁症的一种表现。咱们应该带妈去看看病。下顿饭馆，她都认为罪大恶极似的，让她去医院，看着整沓的人民币送到医院的收费处里，她还不跟你拼命啊？还有你也真是的，平常不用上班，也不多干点活。你要是帮妈多分担一些家务的话，还能减轻一些她的精神负担，知道吗？妈总是嫌我干不好啊，还是太护着我了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了。哟，你真知道啊！我看妈真是把你宠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让妈这么下去了？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。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，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好吧，你拿2盒，剩下2盒我带走。好。厦门是真正的城在海上，海在城中。这里啊，特别适合休养，我想对你的病情一定会有好处。谢谢你陪了我一整天。这是应该的嘛。只要对你的病情有好处，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。过一段日子，你身体好些的时候，我再陪你到其他的地方转转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我没那么长的时间。怎么来不及啊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，这样你的病情才会有好转的。累了一天了，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到楼上吧。真的不用了，回去吧。啊。行，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除了我在天上24小时开机，有什么事就打我电话吧。晚安。慢点开车啊。
我回来了。吃晚饭了吗？在外边吃过了。还是跟昨天那个朋友啊？他还没走吗？过2天就走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是不是回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看你那脸都掉哪儿去了？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这怎么有点轻啊？哟，怎么这么大一个包啊？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正赶上妈和我大嫂打起来了，我过去拉架，被推了一把，这个凳子上。他们也太过分了，不知道你怀孕吗？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谁负责啊？这不是打急了吗？他们不是故意的。打急了也不行啊，他们不知道你的情况啊。你大嫂也太过分了，怎么总跟长辈吵架？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嫂，我妈这个人有的时候说话是得理不让人，说话挺难听的。你也是的，自己怎么就不小心点啊？这万一有个3长2短的，这还了得吗？得，以后没事儿你别总往家跑，少跟那么下掺和。真不该跟你说这事儿。喂，是我。陈姐，怎么样？事情办得顺利吗？还行。那个星仔睡了吗？是呀，要我叫星仔来接电话吗？啊，不，算了，那我明天再打过去吧。陈姐，这2天你的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挺好的。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陈姐，你有什么就尽管问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我打个比方啊，你只能活3个月了，你会怎么过呢？这个问题太深奥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比如说啊，你以前很爱一个人，可是由于别的原因，你跟他分手了。现在你要死了，他又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不会选择什么都不管了，最后再爱一次呢？这个人现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而且还挺幸福的。那就是我爱他，他也不会爱我。就是因为我得了绝症，他也只不过是出于同情而关心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的这种同情的关心很像是爱情。没错，这种同情有可能就是爱情的邻居，从邻居变成一家人，也只不过隔一道墙罢了。你说的挺有意思的。陈姐，有什么还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把我那辆车拿到2手市场去卖了吧。好。那我先挂了啊。
睡不着，看会儿书。明天再看吧，早点睡觉。好。看你心事重重的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有点睡不着觉，看了会儿书，我怕影响你睡觉。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。没什么事儿。丽丽，你说现在的孩子也没个兄弟姐妹的，多孤单呢，是不是？嗯。要不然，等生完了这个，咱们再要一个。我们两个都不是独生子，这政策也不允许啊。那是，何况公司也不答应啊，那样会影响你的前途的。你说咱们领养一个怎么样？领养？嗯。领养一个比咱们宝宝大上几岁的，他们俩呢以后也是个伴儿，相互照顾，也不孤单呢。你说呢？行了吧，你真会胡思乱想。那快睡吧。丽丽，有件事儿我想。老公，我真的有点睁不开眼了，赶快睡吧。玫瑰庄园项目是联合国际集团进军厦门地产市场的第一个项目，总占地为54774平方米，位于厦门美丽的西部海滨，在这里您的生活可以将度假的形式重新定义，能够真正的打造生活中挥霍时间的空间。玫瑰庄园别墅是厦门建筑中挑高最高的别墅，您看它分着5.2米，它具有9大优势。美国自1997年以后，所有的别墅建造中都是用这样的结构。小姐，大概的情况我都了解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看看，行吗？那好，您随便看，我到门口等您。今天睡得真舒服。我们去海边吃海鲜。太好了。小姐，麻烦你准备合同吧。好的。
喂，若定。雪姨，你怎么在机场？啊？我在你的对面。别怪我不辞而别，我这次回北京就把新宅给你带回来。我也急着要见新宅呢，你怎么不等我啊？你放心吧，等你这次回来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儿子了。那一路平安。你也一路平安。好，拜拜。来这里呀？因为我们的家在这儿啊。你家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有一位叔叔在这儿。一位叔叔在这里，是比爸爸还亲的人吗？跟爸爸一样亲的人。为什么要和爸爸分开这么久？因为爸爸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晚上我要去看爸爸。宝贝儿，这恐怕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厦门离爸爸很远的。厦门是什么地方？周末吗？还和爸爸吃饭吗？傻宝贝儿，我们是坐飞机过来的。我们要开车去找爸爸的话，恐怕得开好几天呢。宝贝儿，这就是你的新房间。漂亮吗？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啊？嗯？你看这床多好看啊！啊，多舒服啊！乖宝贝儿，你一会儿啊，洗干净脸，洗干净手，就在这张漂亮的床上睡个午觉。妈妈去给你提新车，再给你找个好保姆，好吗？妈妈，爸爸会坐飞机来看我们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爸爸很忙的，没有时间过来的。那我可以坐飞机去看爸爸吗？新宅，你今儿怎么这么多话呀？嗯？新宅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厦门有个叔叔特别好，而且他是咱们俩的亲人。他还可厉害了呢，他会开飞机呢。新宅啊，你要是听话的话，我就让那会开飞机的叔叔来看你，好吗？小姐，这边请看一下车。我们这款是东风本田的 CR-V，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款是那个豪华型的，它配备就是说4轮驱动系统，它里面配置包括天窗，还有一个真皮内饰，还有一个6碟 CD 音响，还有一个恒温空调，包括它方向盘是个循环定速的。行，就这辆吧，我要了。陈小姐，你给出2000的价格，他们都很想为你服务，您挑选一个吧。谢谢。请40岁以上、30岁以下的向后退2步。请高中学历以下的向后退1步。
3位自认为性格好的向前迈一步。好了，我该不签合同。您为什么选第2个呢？第一个太过自信，不太适合做家政工作；第3个呢，显得过于没有主见，会降低工作效率的。你就这么定了好吗？嗯，好。进来吧。是这样，文嫂，在我这儿干活呢，会有一些要求。比如说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这些的，用的手套一定要区别开来啊。哎。还有一点更重要的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是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卫生、健康和安全。哎，明白吗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钱你拿上，你看看厨房缺什么，你买点，好吗？哎，行，可以开始了。哎。对不起，这是池新宅，刚从北京转学过来，以后就和我们大家一起上课了。小朋友们怎么表示欢迎啊？好了，新宅，你去找个位置坐下来吧。我们继续上课吧。您先回去吧，孩子刚入园，有点认生，明后天就好了。那就麻烦您了，谢谢他。昨天是晚班机，又晚点了。啊，星仔在哪儿啊？好，那我去接你。哦，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兄弟，回来了，走，去办公室。啊？忘了。前天不是约好3点钟在办公室见面的吗？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有急事找你。明天我没班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雪姨，你辛苦了。别这么说。
有点紧张是吗？叔叔，您找人吗？我是妈妈的朋友，是来看星宅小朋友的。你是韩叔叔吧？你怎么猜到的？你看我的眼神好像爸爸，所以我能猜到。你是开飞机的吧？是。带我坐飞机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拉钩。拉钩。带我坐飞机回北京看爸爸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怎么又不行了吗？行，当然行了，只要叔叔答应的，叔叔就一定能做到。来，拉钩，100年不变。100年不变。你愿意跟叔叔玩吗？真的吗？您是？啊，我是星宅的。星宅妈妈的朋友。你以前见过他吗？没见过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你妈妈的朋友啊？他说他是。以后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了。我好像跟叔叔不陌生嘛。好了，我们该开饭了，先走吧。现在觉得有点陌生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肯定会喜欢他。虽然今天是第一次见他，但我刚才见他的时候，却感觉是那么的熟悉。真是对不住你，我应该早一天让你见到他。是我对不住你，你一个人把星宅抚养的那么好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你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，在我临死之前能天天的看着他，多好。我也会经常陪着你们。经常会去看我们吗？一定会。谢谢。妈妈，韩叔叔。哎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刚才您误会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太冒失了。啊，没关系。他姓韩，可能以后会常来接孩子的，你以后就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他吧。您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以后韩叔叔能第一个来接我了。一言为定，拉钩。添麻烦了啊，今
星宅，跟老师说拜拜。老师拜拜，走了啊。再见。啊，叔叔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叔叔的肩牌儿。好，哎，马上就要起飞了啊！握住，开始起飞喽！小心点，你们。快，马上到北京了！哦，慢点儿，来。哎，你看，先把这腿放上，然后就是一脚。哎，你看这个还有后腿，然后再踢一脚。叔叔，走了，别上楼。好，来。李嫂，哎呀，回来了。放这么多花盆啊？赶紧搬走吧，小孩进进出出再磕着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搬。这是我爸爸在北京是个非常大的老板。妈妈说回北京看爸爸就要坐飞机。这是我爸爸的第一辆车，这是第二辆车，这辆是奔驰，这辆是宝马。别看这个。妈妈，韩叔叔答应带我回北京看爸爸。新宅，韩叔叔很忙的，爸爸也很忙，以后不准提这种无理要求，听见没有？星辰，韩叔叔只要有时间呢，就会陪你一起去看爸爸，好吗？别这么惯着。还是孩子嘛。星宅，一回到家忘了洗澡了吧？嗯？没洗吧？走，叔叔陪你去洗。叔叔陪你去。来，把衣服脱了。慢点，哎，好，别脱了，好，来，老弟，一块儿吃晚饭吧。我跟丽丽讲好了，今天晚上回家吃。我准备点水果和点心，你一会儿到花园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来，好喽。出了一身汗是不是？来，转过来。我最近啊，又梦见我的飞云咖啡屋了，这件事我总是放不下。